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3月24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匹配，对你的投资有帮助，欢迎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纳指延续反弹的趋势呢，似乎是市场一致看多。 Lucy 不相信市场说了什么，只看机构资金如何操作。那么截至3月21日的收盘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17784.05，微涨了 0.52%， 但盘中振幅呢却高达了 1.3%。 真正的风暴来自中概股。那代表中国企业的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呢，单日暴跌了 3.84%， 创下自2月25日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热门中概股中呢，金山云跌超了 10%， 蔚来、小鹏汽车、极客均跌逾 7%。 那么阿里巴巴、京东还有百度等巨头呢也超跌了 4%。 那唯一的亮点是拼多多逆势上涨 4%， 显示出市场呢对低价消费赛道的一个偏好。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我们依旧是从4个部分来分析一下中概股的一个走势。那首先呢，就是去看一下阿里巴巴的一个乖离率的修复的必要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讲一下拼多多的一个3金共振战法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需要看一下中国金龙指数的一个分化走势，何时见底我们才能去抄底。那么第4个方面呢，就是中概股京东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机会。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是阿里巴巴日线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中的话呢，阿里巴巴最近的一个走势呢，其实是有点在一个箱体震荡中这个运行。那么上周的话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冲高回落，在箱体上沿没有突破之后呢，出现一个修复。那么此处呢 ，Lucy 看到的是一个均线的一个发散呢，其实它已经拉升了很久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一个白线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掉头向下的一个走势。那么随之呢，这个黄线也有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种过程呢，就是它的一个白线呢去寻找一个支撑。那么支撑的位置呢 ，Lucy 会看到这个紫色的这条线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回归。所以这里呢，我们把它称之为乖离的一个修复。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因为这一段涨幅呢是非常强悍的。所以说这个过程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资金的跷跷板呢，其实是因为纳指的一个下跌，包括中概股的一个反弹出现的。所以在此一轮过程，我们上周五是看到了纳指科技股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那么出现了拉升。那很明显就是中概股它的资金的一个流出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所以算是一个场内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MACD 的话，一直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在这一段过程中是出现了一个顶背离的一个走势。所以呢，我们在看中概股的一个 ETF 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去考虑阿里巴巴它的一个权重，包括它的走势。接下来的一个方向呢，我认为还是一个出现向下的一个走势。那么它的一个支撑位置呢，应该是在这个紫色的中期趋势线不远的一个位置，大概是115元左右。所以到目前呢，我们看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做多资金的一个小幅回落，这个指标呢是资金的一个控盘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看到了有这个红色的资金的一个撤退，不免联想到上一条视频 Lucy 说，那么纳指它的一个反弹呢，科技股的一个韧性。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资金的撤退它去了哪里，应该就是科技类的一个股票的一个反弹。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抓住的是阿里巴巴它回调的一个机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市场运行当中的话，那么一旦出现了一个平台支撑的一个位置，那么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呢，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15元到118元的一个位置，那么会出现一个价格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就是阿里巴巴我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到的一些这个短线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周唯一上涨的一个这个拼多多的一个走势。那么它能逆势出现一个大涨的话，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真的是因为这个财报的一个亮眼吗？那么首先我们从技术上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拼多多的话，它现在处于一个
个这个回踩下影线的一个过程。那么它是在这个大幅拉升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来一起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短线和这个中线的一个金叉，也就是 Lucy 此前说过的一个三金共振的第一个金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呢，其实出现金叉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在122元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周五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位置，其实呢与前方金叉位置的价格呢实际上是没有相差太多的。所以说 Lucy 现在认为啊，它的一个价格在一个箱体运行当中的话，其实没有差太多，所以我们没有错过这个金叉的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 MACD 的一个走势。那么 MACD 的话，实际上它是连着一周出现了一个绿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金叉的出现呢，也就是说它整一个股价呢都是在这个 MACD 零轴的一个上方运行，显示出了它在一个强势区间内。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去看第三个金叉呢，就是它的一个 OBV 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 OBV 的话，它是回踩到了黄色线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在此一轮过程中的话，那么拼多多它的一个价格目前还处于一个金叉的位置。那么这里呢 Lucy 还是用到了自己的一个三金共振战法呢去看拼多多。那么在此过程中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它的一个低吸的机会。那么这个是对拼多多一段时间的一个预判。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你去参与的话，它的一个性价比会相对来说高一些。那么如果说想知道盘中还有哪些股票呢会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呢，欢迎咱们这个订阅的粉丝咱们这个新粉丝呢 Lucy 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是，内部直播过程中呢是有一个专栏叫 Lucy 的美股洞察，会在盘前呢去列举一些这个美股能参与的一些机会，包括做多和做空两个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希望给到订阅粉丝一些福利。咱们新加入的这个订阅粉丝呢，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链接里点到那个蓝色的链接去找我的助理，那么给助理发送口令呢，就是洞察课程本周的 Lucy 的内部课程呢会对我们的新粉丝开放，那么也就是周二、周三、周四3天的，25、26、27 3天的，这个就是给到咱们新订阅的粉丝的其中一个福利。那么另外呢 Lucy 团队的老师呢，本周也准备了寻底财富之旅的课程，从3月24号的星期一开始，一共是6天的一个课程，也可以帮助大家呢在技术分析方面呢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就是给到我们这个订阅粉丝的一个福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中国金龙指数。那么此前 Lucy 做过一期中概股的一个分析，其中涉及到这个纳指中国金龙指数的一个跟踪的 ETF。那么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去这个讲解的。本轮 Lucy 也是说，我们在这个纳指反弹过后的过程中去参与这支 ETF 的一个机会。但是当下现在这个 ETF 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一个中期均线的一个位置。那么目前呢，我们刚刚去分析了阿里巴巴，包括还有这个拼多多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为止呢 Lucy 认为它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还没有到位。那么它的一个缺口呢，我们去看它的一个支撑呢，应该是在这个缺口的一个附近。如果说纳指本周一到周三的话出现一个这个反弹的话，那么相应的有可能中国金龙指数呢会到一个这个支撑的一个区间。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去参与的话， Lucy 认为还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说不想做 ETF 的朋友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拼多多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它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拐头的一个位置。此前的一轮上涨呢，它出现了一个乖离的一个放大，其实呢是来源于阿里巴巴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想要在此一轮还会出现一个继续的上涨的话，那么这一条长周期的一个紫色的均线呢，它会继续上行到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那么我认为这个缺口的位置和这个中期均线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共振。如果要是出现支撑和抄底的话，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当下的一个回调呢，我们也看到了 MACD 呢是出现了一个死叉。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其实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呢就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背离。那么顶背离过后的话，我们要等到快线和慢线都回到了零轴附近之后呢，再去参与它的一个机会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反弹的机会，我们就能来抄到底了。这个是中国金龙指数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京东的一个走势。那么此前呢，Lucy 看到京东它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其实它走了一个上行的一个箱体，其实它的一个股价的震荡幅度呢并不是很大。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我们可以看到高点的一个回调，然后低点的一个支撑。到上周为止的话，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低点的一个支撑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京东这个公司它在公布了年报之后呢，并没有说像走出了阿里巴巴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拉升。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次回调到这个均线组的一个橙色的位置呢，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弹。当下这个位置，它如果在这个橙色的位置，也就是40到42元之间，它如果出现一个反弹的话，那么中概股里面京东的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参与的机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呢，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它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只是说在0轴上方处于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所以这个过程呢不耽误我们去做这个京东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交易。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资金控盘图呢，也能看得到最近的一段时间，其实京东它是一个做多资金占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空方的一个打压，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震荡上行的一个机会的话，刚好是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它在走一个第二阶段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它想从第二阶段进行到第三阶段的话，它就会有一个这个拉升。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这个慢慢的去潜伏在里面，等它一个拉升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对京东公司的一个分析。当前市场呢正经历了2大分化，一个是科技股的估值韧性呢，还有就是对比中概股的一个信心崩塌。那么跷跷板效应是非常明显。那本周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呢是美联储利率的一个决议，以及科技巨头一个财报的预告。如果你觉得本期分析有价值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明天见喽，拜拜。